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今天刚刚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一颗眼球带来的兆元商机。今天分2个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第一部分是国际大厂争相并购，眼科新药的全面起飞。第二部分是眼科医材的商机大爆发，台厂的机会在什么地方？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总主笔刘宣彤，欢迎宣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宣彤是我们的生技女王哈，所以这个跟眼睛有关的议题当然也要来请教她，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嘛哈。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到底现在眼疾最主要的疾病大概分成哪几类？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和我们一起追踪政经局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内容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我想第一个不用谈的一定是近视、远视、散光这些是属于屈光不正，这些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大家都有。对对对，那比较多的现在盛行率比较高的5个疾病，第一个是所有人都可能得到，就是全台湾大概至少30%，有人说全世界大概50%，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那叫干眼症，就是你的眼睛可能有一点点受损了，干眼症，可是你没有感觉，可是轻度重度不管，大概都有3到5成以上都有这样的人都有干眼症。最主要是老化，因为人老了眼睛就跟器官老了一样嘛，就会各种毛病就出来，这是老化。第二个是很多人喜欢看3C， 我们是不是常在那边看报告，查 Google 一些报告等等，看电脑很久，然后你一看下去，就一个文章看下去，你就不会眨眼，不眨眼的时候，你这眼睛就会开始就有蒸发过度，这些干眼症就会出来哈。这第一个是干眼症，不管谁都会得到，你只要常用这些3C 或者老人。第二个呢，可能就是青光眼。我想青光眼很多人都知道，青光眼其实就是眼睛的周围的视野开始看不到，所以它因为人的那个脑袋，它会帮你调节，所以有时候你这只眼睛是好的，左眼可能好的，右眼有点青光眼，可是你的脑袋会脑神经帮你调节，说你就不知道说原来你右眼的周围看不清楚，所以医生都会跟你讲说，你最好平常就是2只眼睛单独稍微遮一下，你要确定你2只眼睛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一边视野不好，那就是青光眼的那个征兆。那青光眼所以才叫视力小偷。那这当然也跟老龄化有关，可是青光眼现在听说49岁以下就50岁以下的这个比率也越来越高，就表示说也有年轻化的趋向。还有一种叫视网剥离，不过视网膜剥离它是突然间可能急性，你的眼睛一下就突然就看不见了，它可能前兆就是黑纹症或者什么闪电。那你当有发现这些的时候，你就先去看医生，那医生可能先帮你用雷射什么治疗，可是当你整个脱离的时候，就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去医院，就他还可以用手术可以去补救。听起来好可怕。对，但是不可以脱离太久，你脱离太久，它的那个视网膜就没有养分了，那就等于就坏掉了嘛，那你就算把它粘回去也没有用。好，我们刚刚讲了3个，那第4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白内障，这个大家也不用说了，我们的家里有老人都知道，白内障是老人盛行率最高。那你如果白内障就像一个玻璃擦不干净，水晶体混浊了，应该说老人基本上都会得，你活得越久很容易就得到，只是轻重度不同，要不要到那个摘除水晶体这个状况而已。可是他现在也是有这个方法嘛，就是换一个人工水晶体。没错，技术算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了吧？对，它比较不容易说造成失明，因为你有这个技术。可是在全世界 WHO 的这个定义里面，最容易造成全世界失明反而是白内障，因为这世界还有很多穷苦的国家，它可能白内障没有办法。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黄斑部病变。黄斑部是在我们眼睛后端那个视网膜最中央有一个叫黄斑部，小小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病变的话，假设我今天看着燕纯，最严重的时候，你就从中间开始，你永远就是看不到，就有一个黑色的在那个地方，就是黑黑的挡在前面，它就是挡在前面。不过它现在当然也有一些药可以医，可是就是说它的技术跟那个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这5大概是目前比较会紧张一点、着急一点的这个疾病。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看到这件事情，对生活来说带来非常多不方便，其实对于人生的感受、体悟什么都影响非常的大。对，他们讲说，如果失明这种眼睛伤害的话，你可能身体状况还好，可是对你的生活品质是200%、300%以上的影响。对，那分析完这个5大眼疾之外，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眼睛的疾病会如此的年轻化？因为其实刚刚宣彤我已经讲了嘛，这些5大疾病都不是只有高龄化的人会发生，还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那帮我们科普一下。对，像刚刚讲的那个视网膜剥离，他们说其实在医界有2个高峰，一个就是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要不然就是这个20、30岁也会有一个高峰。当然它的高峰绝对不比那个老人家多，可是它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小小高峰，表示说这
这个东西也是年轻化。其实最重要就是 3C， 因为我们刚刚讲，不管是你看 3C 就不会眨眼，你的干眼症也来，然后看 3C 就会造成你的近视、远视等等。其实所有的这些刚才我们讲的疾病，除了老化以外，就是近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近视或远视，它造成你的那个眼睛基本上就不是很正常的，就越来越加重。对，所以要提醒各位观众，就待会看完这个节目之后，记得站起来动一动，让眼睛休息一下。对，其实随时就利用上厕所或者是喝水啊，让自己站起来动一下，然后眼睛也稍微休息一下，不要盯着荧幕。没错，眼睛很重要。那分析完5大疾病跟为什么会年轻化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说，那所以台厂的机会在什么地方？因为眼睛这个治疗一定非常重要嘛，大家都希望保留一个良好的视野。那现在台厂在眼科或眼药方面的开发进度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机会点吗？第一个，我们先看国际市场。其实国际上现在有很多的诟病等等的收购那些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很多的我们历史上知道一些大的药，就是那些很大型的畅销药，它的专利慢慢的到期。那些大厂，尤其百年大厂，它以前都靠这些药就一赚就赚好多年，赚个10几20年。可是现在呢，你专利到期就有所谓的学名药或生物相似药出来了嘛，就所谓的仿制药。那出来就比较便宜，就会打击到它，那它的营收就会整个降下来，所以它就很想要赶快去找新的动力，跟我们所有的科技厂也一样，你要找新的成长产品。它在这个时候，他们现在都流行说，你只要有一个小型公司，你研发的差不多，我直接买来，我也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在那边部件那些东西，不用从头开始做起啦。对，所以台湾这时候呢，你在全世界的这些诟病跟收购的情况之下，台湾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眼药也是一个最有名的那个叫 Lucentis， 就是打黄斑部病变那个已经有了生物相似药，它出来就会讨论这个价格，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到处搜寻。那为什么台湾有这个？第一个是国际的这个背景嘛，那他们就会搜寻。那台湾最厉害就是可能做一些小的可以，我们要做大的。我说实话，我们没有那样的土壤，像什么癌症要那种土壤，那个科技的土壤其实是不够的，基础科学资金的这个丰沛度也差很多，人啊什么资金都差很多。但是眼药这种是小一点点的，那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2期啊，或者到3期的时候，你只要做得好，你有一些新的剂型，比如说有人是像我们刚讲黄斑部病变是用打针，现在是打针，那你如果能够做出口服或者点药水，那是不是人家就更喜欢，就觉得比较容易治疗？因为打针感觉有点惧怕感，对，你还要去医院，对，所以那种新剂型就新的方法的那个药，台湾也有一些这个，就有一些厂商在做。那这种小而美的这个，他们就比较容易被授权、被拿到去卖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药的东西它的应该他们讲叫快很准。我们吃药不是有所谓的临床试验第1期，什么1期临床试验就什么安全啊，或者它其实主要是要告诉你说这个药吃下去，它跟你的身体的互动是怎么样，它叫药物动力学，就是你对全身的影响。可是我们眼睛不一样，尤其是眼药水，它点下去其实它很少很少，极少数会渗透到你全身。因为它就是点进去就直接在这边，对，直接患部上面发生效果。所以有一些我说是很少数，绝对不是全部，极少数的那个眼药水，它可以眼药的部分，它可以先跟 FDA 讨论，先跳过1期，它先做后面。然后你不是说你不做，也许将来你还是要回来证明。只是说我们通常1期是安全性，但是2期是告诉你说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下去，这个治疗。那你如果能够稍微先简短时间，直接到2期概念性验证，你知道走不走得下去，你的这个状况就可以整个时间就比较容易缩短。这也是台厂的机会点所在啦，应该这样说，对不对？对，眼药。那第2个是眼药的时间很短。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青光眼，青光眼是一个眼压，它里面的水排不出去，或者分泌过多，或者排不出去，那水过多，它就会眼压就高。那你今天青光眼的眼药水，假设你一点下去，那你有没有效果？以前我们癌症在吃下去，身体要测一大堆，有没有效果？而且可能要花点时间等待，是不是？对，要等待你全身的反应。可是眼睛不是啊，你的眼压，假设你照那个现在眼压那个眼底镜不是一大堆什么，好，你就检测眼压，一测就知道有没有效果啦。所以它的这个测验时间蛮短的，其实比较适合台厂来做。有稍微统计了一下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面，视力损害造成每年全球的生产力损失高达4110亿美金哦。工研院它也有统计说，是眼科医材成长到800亿，也是一样美金，代表这个商机大的，而且大家需求是强的。那刚刚宣彤这样子来跟我们提示说台厂的机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进一步理解说，到底目前现在台湾的台厂投入在眼科或医材方面的这个研发的进度是怎么样？有他们的策略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硕德它其实是一个准备要公开发行，我们讲它不是在推，我们绝对不是在推荐，我们是在讲说分享一些策略，因为它让我们好奇的是，第一个它的背景其实我们有一个首例以前是鸿海曾经投资，鸿海还有10%的，它是做机壳那些，那后来他们的老板就投资了一个叫信利集团，下面就分了一个叫硕德做眼药。那我们现在讲的硕德是因为很特殊的是，他这个总经理他选题也非常有意思，他也是选青光眼跟黄斑部病变。我们刚刚讲黄斑部病变，其实它是业界的圣杯，因为你只要人活到很老的时候，黄斑部出问题的几率当然变大，而且黄斑部我刚刚说的现在是用打针的。再来就是他第二个，他选题他是用老药，就是说市场上已经有的药，但是我用新的方式，新剂型这样去做。新剂型就是说原本可能是点眼药水，后来变口服，后来变打针，就是新剂型的概念嘛。对对对，他以前的药可能是别的，可能癌症药转过来，他发觉这个机转对他有效。我的意思是说，你发现一种机转，一种老药的机转跟你的治疗眼睛有用的时候，你把它转到这边，那都叫做新的剂型，新的应用。对对对对，基本上它的背后是工研院技转的。好，这些东西我们要讲的是说，它其中有一个绕过了第1期的临床，好，他先去做第2期，因为他们叫做偷看天书，因为第2期你就可以直接用在病人，第1期是用在那个健康的人。那他为什么可以偷看天书？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跨过第1期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说，他的眼药水，他的这个机转，它不会去影响到全身。他不是说他以后不做他只是说他现在可以被准许他在东南亚这边做的时候，他们可以先跳过，然后先从2期你就直接做病人，你才知道说我这个药下去到底有没有用。他们叫概念性验证嘛，第2期。那你进去以后，你如果发觉不对，你就可以转。好，那东南亚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说，他们第一个平常拿不到新的药。我们台湾人可能也有钱拿得到，可是他们不见得。台湾因为是贫穷的人更拿不到，所以你一旦有新药要给他很愿意试验啊。我又可以用好的药，我又有一些补助费，所以他临床试验的收病患比较容易，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那再来就是说他的那个他们是说因为他们现在也在快速的进步，所以他们的法规单位不会那么啰嗦。那当然你要说他不够严谨，这些我们都是后话。可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最重要就是它可以更快的看到结果，它让我赶快适用到病人身上，我就可以知道我这条路通不通，我再修改一下，将来我还是要走 FDA 美国的，但我走 FDA 的时候我就很有证据告诉大家说我这个东西怎么调整，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调整到这个设计。还有第2点绝对不要忘记，就是其实台湾都想要买授权，对，有时候我们常常投资人会忽略一点，我们都用我们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可是真正的专家跟被授权的决定要把你的东西买来的时候，那一些公司他们看的角度完全不同，那他主要是看到你在病人身上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用。他如果觉得有用，他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跟你合作，那你后面的你再转到 FDA 去的时候，你后面都有其他的资金。对，这就是另外现在我常听到就是一些帮他委托临床试验的服务公司都会建议你说，如果你还不清楚，一些小公司你可以先走东南亚。对啊，就是说新药开发跟生技公司跟经营公司一样，它其实是很多策略在里面的。它不是说我就是开发就是研究而已。我觉得很多经营操作上，包括市场的考量、授权的考量，还有营运上面的考量，这件事情是错综复杂在一起的。那我觉得宣彤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生技公司不是只有在研究方面，它其实在策略方面的琢磨也蛮深的。另外一家我觉得可以分享应该是雅果啦，雅果比较像是医材。对，其实他是做人工眼角膜，但他现在在送 TFDA。那我们也会想到说，台湾眼角膜很多什么斯里兰卡来都是捐助的嘛。其实欧美国家也很多都是捐赠风气很盛，所以他们并没有想要去做这一块。可是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他们想做这种人工眼角膜，是因为全世界还有一大块的地方是没有捐赠或者不容易取得，尤其他们说亚洲或中国人有时候不太喜欢捐眼睛，可能是观念的问题。对，就是文化观念的问题。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市场，只是它可能不是做欧美或者也不是做台湾的市场，将来是要走一些落后国家都有可能，但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但它是用这个猪的这个胶原蛋白去做的。所以眼角膜是用胶原蛋白做的，它是用胶原蛋白，对，所以其实很有趣也不一定啊，就是说有各种方法。那他们是用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做人工眼角膜，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就是方法，你的功法，就是说我只是讲说，其实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特别的，就像你刚刚讲的策略，他可能用这个东西去打它，当做也许他用捐赠，将来台湾 TFDA 过了，我用捐赠的，然后我把这个市场打出来，我再去卖我胶原蛋白的其他产品，也可以，就是说其实大家想的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提这
几个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台湾的眼科的这个疾病，不管是药或医材，有蛮多的厂商，还有刚刚硕德那些，他马来西亚或者泰国那些实验，他2期结果到底怎么样，也是在明年上半年。那这个这刚才讲这个雅果，他送这个 TFDA， 台湾的 TFDA 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人工眼角膜，这也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对，一个里程碑，所以全部都在这个时候，这一些东西都会在明年上半年，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些，不管是好是坏，又会唤起大家的这个记忆，所以我觉得大家先做功课，所以我们就提前先大家预习跟暖身对，到时候听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事情他们其实已经布局很久，而且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策略，可以来检视他们的成果长怎么样。不过我觉得眼睛真的是灵魂之窗，大家太重要了，但有时候大家又更容易忽略，因为大家太常使用了。像我去采访那个基隆长庚的院长赖其俊啊，他是建议大家，他说啊，大家千万记得20到40岁，你通常没有什么病，眼睛不会有什么病，很少。那刚才我讲的那些都极端重度使用那个3C 的那些哈，他说，但是40岁他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每一天，他说他自己也是，他每一天都要稍微遮左眼遮右眼，看一下两边有没有不一样的那个地方，有没有视差是吗？还是或者说你有很多的飞蚊、闪电什么，你都要注意。那一有问题，你就是去检查，因为现在的那个医材越方便，就是检测的医材吗？对，就是方便，所以你去检查，大概医生都可以告诉你一些状况，你就可以及早治疗、及早预防这样。所以眼睛真的太重要，跟读者跟观众跟我们一起好好的保健我们的眼睛。好，接下来我们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62集没有日本不行，关键技术与职人精神重新打造制造业大国的里面的留言。财团1号他讲说 The Freeman 日本匠人们发展成高品质的供应大国，但是因为成本高慢慢的败下阵来，日本的电脑化程度方面落后，错过30年的强势发展机遇。台湾的 AI 智能化跟自动化生产有效率的降低了成本，也维持了品质的标准化、精密化，终于站稳市场。在台湾半导体厂陆续设厂之后，日本也在生产制造的 AI 化要求渐渐的与市场靠拢，日本在心不是梦。这也是我们财讯的一直以来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们谢金河社长已经讲了蛮久的。对，这位这个粉丝非常专业啦，我觉得他慢慢把这个完整的把日本从过去落后到现在越来越靠近先进这个部分，对兴起的部分来做蛮完整的说明哈。第2个跟第3个来请宣彤念一下。第2个是苏 Jane， 他说日本感觉卡在外劳开放时间太慢，台湾应该早点外劳薪资脱钩。外劳薪资脱钩就是意思就是跟我们的基本工资脱钩嘛。他的意思是这样。其实这个台湾确实也吵了20-30年了，就是一直希望说外劳薪资脱钩，那这样我们的企业主就有比较弹性的可以招更多外劳。那他刚讲日本，其实日本也是啊，他过去失落的20年30年就是因为他其实太封闭了，人口政策比较保守。对对对。好，那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第3个 Mike Chan， 他说 Japan is coming back great， 这个回应我们这个主题真的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日本跟台湾一样面临到高龄少子化的问题，是，所以我觉得人口政策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也是国力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啦哈。那现在其实在日本之后面临到再来就台湾嘛，对，台湾也是人口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安问题，是，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观察跟第一手的讯息。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宣彤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财讯的内容并愿意支持我们，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成为财团的一份子。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